哥，这是啥呀？啊，这是啥呀？这是啥呀？这是高山农场呀！今天只要9块9，不是今天只要9.9 W， 上车。9块9我要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哥，这是啥？这就是我们的高山草莓农场。我们这里面现在种了大概有30亩的四季草莓，育苗现在有15个棚，15个这样的棚子里面育了，扦插了大概100万棵苗，然后像我们这样的育的母苗这样引插的大概有5亩地，5亩地预计有15万到20万左右吧，15万到20万棵苗，大概。这个里面是乡野，因为你看我们这边被重山怀抱啊，温度比较低。昨天你像你们穿的这个秋天穿的衣服都感觉到比较凉爽。现在白天的气温是在32度左右，晚上的气温这2天在室外的话是在18度左右。所以它发匍匐茎比较晚，你可以从这个棚头来扫进去看啊，这个匍匐茎才刚开始往外趴啊。从这儿能看到这个乡野还在结果子。啊，这个能下去吃了吗？可以，等会儿。这个必须要做一个广告啊！这是从今年的4月10号左右开始种的高山玉米，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。别的地方玉米3个月都已经成熟了，这边的3个月的玉米才刚开始去授粉。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是玉米的雄花，这是玉米的雌花。雄花落在这个地方，它们达成授粉，这玉米才会膨胀。这个玉米要成熟的话，还需要2个多月的时间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玉米呢，成熟期是在150天甚至朝上的。哇，它这个玉米杆子好粗呀！大概就是在150、60天左右的吧。它成熟期非常长，所以我们这边就是高海拔、大温差、长日照，一个富硒的玉米。现在富硒虽然这个元素做的有点烂了，很多人都说富硒，但是这个地方它确实是土壤里面富含有硒元素，但这个硒元素是在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区间中，所以我们这儿的所说的这个玉米参啊，玉米参就是做稀饭、煲粥喝的，甜味儿特别的浓，对这个人的胃啊，然后对肠道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好，它还是一个粗粮吧。上次带回去那个玉米参，一致好评，大家。你在哪呢？自家熬的？自己家熬的嘛，熬了1个半小时，第一次熬了1个小时，没有熬透。这是我们在大棚里面种的这个辣椒，因为我们这边冷凉的气候啊，辣椒可以在夏天顺利的成长。你再过1个月，也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，基本上好多地方没有什么辣椒了，而我们这辣椒才刚开始开花结果。像现在的一颗辣椒上面，它能挂20条这样的线椒，才刚开始长，有些线椒已经开始长起来了。你看，像这一颗下面的辣椒，这个线椒已经成熟了，它的长度已经达到了将近30公分啊，啊，已经30公分了，非常棒的这辣椒。所谓草莓的匍匐茎繁殖有2种接苗的方法，一个就是引插，不断匍匐茎，另外一个就是扦插。我们现在这一个棚子里面扦插了大概10万棵草莓苗，因为我们这个高山的冷凉气候，它几乎不会有高温高湿的环境，所以炭疽病在这里面就是很少的发现，就别说爆发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会用大概10到15个棚来做这样一个草莓扦插育苗的这样一个工作。这个所有的血盘在地上铺了这样一个防草布，是与土壤去隔离的。这个育苗床就是我们的引插育苗床，我们采用不剪断匍匐茎方法，直接用我们这样的7方的营养钵，把这些种苗出来的这么多走茎做这样一个引插的工作。这样的话，草莓的营养能跟得上，它的匍匐茎会更快的发根。所以这个棚我们今年做了大概有5个，所以我们既有血盘苗，还有营养钵苗，都适合家庭园艺种植，不是裸耕啊，因为我们做不了裸耕，裸耕的成活率实在是太低了。这些棚子里面的都是我们所说的四季草莓啊，你现在在网上能看到很多商家打着四季草莓的旗号卖四季草莓，但真正的四季草莓没有几个品种，
而现在在市面上最多的四季草莓，其实就是这种叫做蒙特瑞的，它是法国的一个品种。它在大概35度的时候还可以连续的开花结果。你看啊，你看这些，有些已经果子成熟了，有些花枝它们还在不断的开花。我们在苗场上能看到，它不光是开了这么多的花，看这一茬，我们已经摘过1、2茬花了，这是应该是第2茬或者第3茬花。它还走了很多的这样的匍匐茎，所以这个四季草莓。是一个表现力各方面的，从丰产性到植株长势到开花的花果量都是不错的一个四季草莓。它的口感在四季草莓当中还算是有点甜味的，但是现在有一说一，因为温度特别高，它的酸度是特别大，甜味并不是很多，需要等到温度降低的时候，温差拉大了才有甜度。这大概种草莓的很多人都知道。我们在这样一个大棚里面，夏天太阳直射的时候，棚内的温度是超过40度，甚至是45度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它还能连续的开花结果，证明它就是四季草莓的品种。而且我跟大家做的视频，从头到尾，从今年的3月份温度上升之后，连续的结果到现在已经7月份了。在温度高的地方，想种草莓的朋友，可以作为一款兜底的草莓来种。从这儿开始，已经到了我们的树莓田了啊！你能看到这些树莓已经开始开花了，很多的蜜蜂啊，这都是比较大的蜜蜂开始来给它们授粉，看它们围绕着树莓正在授粉。这个树莓呢，已经在这儿种了有大概2年的时间了，所以我们接到这个农场的时候，它已经是有一定的基数了。这个树莓是木本的，我们今年来的时候发现这个里面长期没人打理、没人管理，枝条已经错乱的打成了死结，所以今天我们全部的平茬，就是把老枝条全部剪掉了。这就导致了今年开花结果比较晚，都是从地下重新根部旁边冒出来的笋枝，所以它现在才开始开花，开始有少量的果子。如果说我们今年的树莓是从腰部或者是地上部分大概20-30公分的位置剪掉，有老枝条上发出来了新枝，看这个蜜蜂多大，它在给树莓授粉啊。那样的情况，我们可能在上个月就能吃到树莓，所以这个树莓从明年我们有效的管理的时候，可以达到2季，也就是夏季和秋季同时能达到。这个树莓啊，真正的是非常非常的香，非常非常的香啊！吃一个之后是满口爆香味儿。树莓它就是一个小众的水果啊，很多的树莓的盆栽了，它种在1加仑的盆子里面就能实现开花结果，但是1加仑肯定小，我们建议的是3加仑甚至以上的，或者是如果你有条件给它地栽。这棵树莓能从根部来看，这是从根上发出来的，笋枝，也就是今年从4月份长到现在，比我高了有40公分，它就2.1米甚至更高。这个粗度再让人看，比我的指头还粗，直径能达到1.8左右，甚至是2公分。哇，这个树莓长得好壮呀！所以说，我们这一片往后去，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树莓田。我们现在整个高山农场，树莓、草莓、育苗是我们以后的主要工作。所以说呢，今天以小表弟的视角来看飞宇所在的高山农场，我们以后的工作就是树莓和草莓为主了。如果你喜欢草莓，如果你喜欢树莓，请关注手艺人飞宇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